大家好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看到我桌上这台，应该知道今天打算开哪一个了哈。没有错，就是专门给 PS5 用的 PlayStation VR 第2代。那其实老实讲，1代我没有买，因为我有朋友有买，他说画质很普啊。那个时候我在玩 Vive 画质已经非常好嘛。Oculus 我也有买，所以认真来讲，我是不缺 VR 装置的。那但是呢 ，Sony 就是很邪恶嘛，毕竟它的很多游戏都是只有它独占而已。像这次 VR2呢，它就有几个3A 大作是直接可以玩的。我觉得啊，就 Sony 的东西你都不用太担心，就比较大问题可能就像 PS5，现在终于比较好买到，之前你想买都买不到。那这一台呢，它的价格还比 PS5 贵，就变成说你要买2台 PS5，如果你的本不够厚的话，其实是有点痛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打开。它长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把里面东西掏出来，里面有说明书、Type-C 的传输线啊、耳机、头盔本体，设计的质感不错。我老实说，我觉得跟 Oculus 有点像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外面4个角落都有镜头，这应该就是定位用的，不像 Vive 它还有一个定位。虽然比较精准，但是认真来说真的是不方便。那有一条非常长的那个传输线，所以说现在目前的 PSVR2 它并不是无线传输的，它必须要透过 Type-C 的连接线，线材大幅缩减。我听我之前的朋友说啊 ，PSVR1 的接线呢复杂到怀疑人生。手把有2个，就是左手右手，那所有的配件大概是就这样子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手把上面有三角、方块、圈跟叉，跟我们 PS 的摇杆是一样的。然后一样有菜单，也有 PS 键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手环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就让你套着，站着拿起来，设计很聪明。那一样侧边都有把手跟扳机。我们先简单过一下它的一个规格哈，里面的显示器是用 OLED 的萤幕，那更新频率有90赫兹跟120赫兹，可视角大概是110度。那内建6轴的动作感应器，分别是3轴陀螺仪跟3轴下注器。另外呢，它还有一个红外线的近距离感应器，4个角落都有内看摄影机，分别就是用来做追踪头戴装置的那个位置。在镜头里面呢，它还有一个眼动追踪的 IR 摄影机。而且是双眼分开的。那接头就是一个标准 Type-C。那目前我看了网络上的一些分享，就是说这个东西现在目前只能给 PS5 用。我非常期待说有高手把它弄出驱动给 PC 用，这个一定会非常好用，而且用途会更大。音源输出呢，则是支援 3D 的音效，还有内建麦克风。那接下来，阿达就会自己在家先玩1个礼拜，之后呢，再为大家分享他的实际游玩体验。好。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游玩之后呢，阿达现在可以比较详细一点为大家分析一下它的一个配置跟功能。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形，我觉得它外形就是跟 Oculus 其实还是蛮像的。然后在按钮配置上有一些地方是不太一样。第一个就是它上方这里有一个按键，你只要压下去之后，这边就可以前进后退。那第2点呢，它这里有一个滚轮，这个滚轮呢它是可以调整我们的眼距。那接下来往下翻过来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有开关。你只要接上PS5 之后，按下中间的开关，它就会启动。那另外呢，如果按下旁边这里，它就会透过外面的镜头，让你看到外面现在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那个世界是黑白的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它有个衬套，它这个衬套呢，怎么讲？我是觉得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让你隔绝外面的光线，不要让外面的光线让你失去那个沉浸感。但是我是觉得它的设计方面有点奇怪。就是你戴了紧一点，它会压迫；不戴呢又啷啷。这后半段这里，它压下去之后，它这里是可以拉伸的，你可以让它旋转，让它慢慢调整，不然它会直接到底。我是觉得这个头戴的设计，我个人不是很喜欢。因为我自己有用过 Oculus， 也有用过 HTC Vive。它这样子会自己缩回去。有时候你只是拿起来一下而已，你要再戴，你又要再拉，变成说你一直在花时间调整你的头戴。还有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耳机。它的这个设计，我就觉得还算聪明了。它这边让你直接这样子用耳塞的方式装进去，那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个 3.5mm 的耳机连接口，所以理论上你也可以接自己的耳机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谈到安装，那现在它只要这一条线，你知道这样子直接拿起来装到
PS5 前面的洞插上去，装完了。不像以前那一代，你还要接一些有的没有的盒子，只要一条线插上去之后，你就已经算安装完 PSVR 2的使用。那接下来要玩游戏也很简单，我插上去之后，那前面这个灯它就已经亮起来，打开它会震动。这个头戴式装置戴着玩的时候，它会震动。你有2只手把，就是你的左手右手，它也会震动，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会有一个沉浸感。比如说像遇到怪兽啊干嘛的，沉浸感效果我是觉得还不错。那这个手腕带，你就是手腕先这样装着，再握住，这就是怕你在玩的时候甩出去，起码不会喷掉去打到人。好，那另外一只手也一样。不过呢，因为它的造型有点特殊，所以老实说啊，一开始在拿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搞不太懂，你会有点好奇，你自己这样装到底对不对？接着呢，我们就可以戴上头罩。理论上来说啦，这个头套应该是可以像我戴着眼镜这样玩，但实际上呢，这样子玩的效果并不好，就是它会挡住，所以到最后我还是把它拿起来。啊，再加上说，因为它会自己内缩的关系，所以老实说，我觉得还蛮容易眼皮这里会去弄脏前面的一个透镜，但是可能是我自己还没有适应的关系啊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戴上给大家看。你要这边先调整，好，然后先把这个拉开，这个我实在是有点不喜欢了。好，这样子戴上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在电视上已经出现我的画面了。好，那接着他叫我确认我的手上有握着这个手持摇杆。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进入画面的时候，它就有它的那个界面。它如果发现你的游玩空间变了，它就会提示。那这个头戴式萤幕我觉得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啊，它对我们这种近视的人，我是觉得我戴上眼镜的时候，其实我并没有办法，起码我的眼镜是我没办法佩戴着玩的。它的唯一功能，它只能调眼距，而且它眼距一定要对齐。因为它有一个眼睛侦测功能，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它是需要透过侦测你的眼球的动作来游玩。但是呢，它又没有针对近视眼使用者去做一些贴心的设置，譬如说像 Oculus 你自己配镜片然后装上去。目前 PSVR 2至少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这个机制。那现在我们开始玩的时候，它会要求我们扫描，这个时候它会要求我大概扫一遍，这样扫一下就好了。扫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叫你放地板高度。它会自己帮你规划一个可以玩的区域。那这样子呢，在我的画面就是跟电视一样，就是目前这个电视的样子。我可以透过这个手上遥控器去调整我要玩什么游戏。好，这边就跟我们平常时玩 PS5 是一样的。好，那目前 PSVR 2呢，它同时上线有几个游戏，在我们的游戏库里面。好，如果你进来，它其实就有一个独立的是给 PSVR 的，那还有这些游戏，好，大家可以看无人升空啊，哦，然后有几个都是新的 game， 大家看自己想玩什么。要注意的是呢，它跟一代的游戏，好，就我知道是不相容，哦，那我们现在先直接选一个游戏进去玩。好，现在看到就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，那大家看啊，这就是 PSVR 2的手把，材质做得非常漂亮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先用新游戏开始啊，大家看啊，好，相当好玩。然后手在动，手在动，有没有？它这个不同手指的动是不同东西。好，手可以这样伸进去。好，它只要出边了，这边就出现一个红色。可以这样移动，这个跟一般我们在玩 VR 游戏的差异其实不会差太多啊。你可以看它的材质是做的非常非常不错的，然后大家看这种，哦 ，PS5 的硬体真的比较好哦，这个感觉真的是有差，就是说，虽然说现在的 VR 游戏我玩了那么多年，但是认真来说啊。称得上3A 大作级画面的，真的就只有艾利克斯，剩下的东西真的是我都觉得不太 OK。就是你会觉得你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 VR 设备，但是你却没有一个让你很惊艳的一个 VR 的游戏体验。但是 PS5 是可以的，我是觉得它的画面的表现是超过合格线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
我不知道接下来索尼游戏出的多不多。哦，现在我们看到就这几款，就譬如说像三只呼唤，哦，村庄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只龙？哦 ，Holy shit！ 然后这个时候我头戴的装置，它也跟着震动，就是跨过去的时候，哦，我的震撼感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要再戴着它的耳机，好，接下来就要走过去，好，它都会有教学。所以你只要按住这个对应按键，站走就好了。哦，其实是很简单的。好 ，OK， 按住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手要伸过去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被吃了。这个时候就不要停下来。Holy shit！ 然后接下来就是按住这个往后退。这个其实应该有一些像减肥、健身的运动呢，就边玩游戏边做 VR 的那个游戏，这样子还可以有减肥的效果。可以用这个转动视角，可以这样看。这一台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它还是有一条线，虽然说线给的很长啊，但是你像这样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它多少还是会绊住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无线套件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就会更有沉浸感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《恶灵古堡8村庄》的 VR 版。好，这是 demo。其实我买正式版，但是还在下载。那大家可以看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手模。它一开始会有教学。那这个的画面，老实讲不错耶。那这个看的感觉是可以的。按住，然后这边可以移动角度、视角。OK。好玩抓住，是这个，它都有一个简单的教学，就跟玩电动一样。刚刚简单的教学关卡之后，开始要玩了。我老实讲，我并没有玩过《村长8》，所以我很怕等一下我会被它吓死。这个恐怖游戏有个缺点就是说，它超适合 VR 啊，但是呢，又因为它太适合了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是心脏比较没力的，还是比较没胆的，你真的会被他吓死。对，这个尤其是像这种 VR 的，你又身临其境，然后你的视线又被限缩，可以按一下蹲了，蹲下，然后就这样蹲过去，又割到了。这位仁兄虽然我没有玩过，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非常衰。就整天手都会受伤，可以洗手。干什么东西？好，这个是真的很身临其境了。接下来啊，我直接先玩另外一个游戏，这个也是他首发游戏之一啊。这个有点像童话故事。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，真的非常不错。我必须老实讲，这个画面真的是很 OK。目前来讲 ，PC 如果要 VR 版有这种画面表现的，只有艾利克斯啊，剩下的都没有。所以我其实是很希望像这种 Xbox 啊，是 PS5 啊的 VR 好好做，好可爱啊！大家看有没有？我可以这样凑近看，这也是只有 VR 才做得到。起码我玩过的 VR 游戏里面都没有像这么生动的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操控这个 mouse，只是说我是用那个有点像上帝视角在看着它，这个很好，可以这样子。
这个可爱归可爱，画面真的很不错。跟一般动作 RPG 的感觉又不太一样。哦，好，大概玩了一下，就是虽然我没有把所有游戏都玩透，但是已经玩了一段时间了。那根据我还有玩其他的 VR 设备，像 Oculus 或者 Vive 的体验来讲，我可以大概先归纳我自己觉得这一台 PSVR 2的一些优点跟缺点。它设计的外形是很好看，然后在一些细节部分是做的还蛮不错的，譬如说像这按下马上可以看到外面，然后头戴式的那个仪器本身也会震动，可以调远距，这边也可以去调一个前后距离。另外呢，我觉得如果说它的声音这有做个喇叭的话，让人家听，我觉得会不错。就是你应该要让人家选，就是如果我不戴的时候，你可以从这边另外放个声音出来给我听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说，大幅的简化了安装跟设定的过程。它的安装啊，其实只要线插进去，它就会跳出一个安装的提示，你就一直按下一步就装完了，它根本没有任何的复杂设定。那还有它的手柄，我是觉得操控性是不错的。但是它的手柄造型太过特殊，所以在你一开始上手之前，比如说这样垂下来，你可能会搞不太懂要怎么拿，这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。那还有就是 Sony 将来丰富的生态系，但是这个我话不敢讲太饱，我们必须诚恳的说，它的游戏数量就是不够多。但是 PS2 呢，因为这个东西它生命周期刚开始而已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游戏一定会比 PS1 多。那个理论上啊，接下来的一些3A 大作也都会做 VR 版。你认真来说，像马克伯的元宇宙，我觉得永远不会实现了。这种设备呢，就是拿来做 VR 玩游戏，它的体验会更好。那甚至讲难听一点，还有一些成人娱乐可能会比较用到 VR。谁会没事情想要戴着一个头盔一直办公？但是你说叫我一天戴着这个头盔玩个沉浸式的游戏1-2个小时，我愿意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缺点。第一个，它这个很爱自己收回去，我宁愿你让我拉开之后，我自己去后面转嘛。你既然要收回去，那你设置转盘到底要干嘛？变成说每次只要拿下来，我就要重调，我没办法立刻带回去，我就要再重新来一个步骤。那第二个就是对眼镜组的话，可能是我的眼镜问题啊，没办法整个戴下去或漏光。那你不戴呢，又很容易沾到它的镜片，或者说看不清楚，这是一个蛮明显的缺点。还有另外一个也不算缺点的缺点啊，就是这个东西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它现在只支援 PS5。个人希望 Sony 能够大度一点，你就把这个东西也开放，让 PC 也可以玩。比如说你之后 PSVR 2的游戏啊，上 PC 的时候，直接可以拿来用就好。那它也支援 PC 游戏，我觉得把生态做大才是 VR 接下来要走的一个路。那最后一个缺点，那不是它的缺点，也是我的缺点，就是它太贵了。那如果你只能当 PS5 玩的话，的确会让一些玩家会思考说，要不要买这么贵的东西来玩？是因为很多人到现在根本还没买到 PS5。当然，最近这1-2个月有比较好，但是距离说能够完全不加任何价买到这个东西，我是觉得还要一段时间。价格也许可以更便宜一点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出点3A 游戏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棒，应该会大卖。我是电脑阿达，如果喜欢这个简单的测试呢，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